两宫皇太后圣命，臣等早有计划。接下去就试指大型的火轮船，将来舰推舰经，即便是20余丈之大舰，也可以苦思而造之，托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天威鸿福。如今天下太平，正是国家中兴的良机。臣冒此上奏，我中华闭塞已久，欲求振作，必须效仿泰西，讲究洋务。以前造船只造船壳，气炉和机器都要买洋人的，而这次造田基号，气炉和船壳都是自己制造的。所以臣以为，只要脚踏实地，贵在坚持，不妄自菲薄，从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中国自强之道，或许就在于此。臣诚惶诚恐，口出悖论，伏羲皇太后圣才训示。妹妹，我看曾国藩也是忠心可嘉。姐姐圣明。曾国藩，你说的我们都听到了，你先下去吧。谢太后恩典。大人，混账！我不是吩咐过了吗？现在什么人也不见。大人，圣旨下。那，更衣。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今中国世造轮船，实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即事，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上，准曾国藩奏请，每年从上海海关洋税中提2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经费，其中半数为造船专款，钦此。多少？你知道上海关2成洋税是多少？50万两银子。那么每年给我们1成就是25万两啊！啊，哎呦，这下可好了，大人，这下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干了。是啊。唉，这次如果没有田基号，朝廷也不会在国库这么空虚的情况下给我们拨下这么一大笔巨款。所以你功不可没，老夫要向朝廷举荐。你是要升官，还是为父母请求高封？多谢大人栽培关照。大人，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也曾经是华容年少的梦想。但是目睹泰西列强为一己私利，丧尽天良，借着船坚利炮轰开国门，肆意侵夺榨取。华容虽然是一介草民，但是也有血性的。如果中国再不自强，再不改弦更张，还醉生梦死，还争权夺利，那么就为万国所鱼肉了。所以华容现在要的不再是功名利禄，华容日思夜盼的只有一个心愿。什么心愿？这些年来试制轮船，华容越来越觉得翻译这件事是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多出于算学，其中的原理可以从书中找到，可这些书都是洋文，看不懂，
所以还请大人尽快设立翻译馆，选择有关制造方面的书，急用先译。不仅我们可以用，还可以刊印传播，以便国人学习。你有眼光，有了翻译馆，就有了教材。我还要向朝廷奏报，要设立洋学堂，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样才能一师一指长技，积蓄力量。阿宁，嫂子，你怎么来了？想你了呗。阿宁，你这可就不对了啊！这出嫁以后也不是来看看我们，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娘家呀，对吧？你可不知道，你把你阿哥的心都给伤坏了。现在呀，但凡有个人在院子里喊，马上出去看，是不是我们阿宁啊？他这个人啊，都神经了。你们这么挂念我，怎么也不来看看我呀？怎么不想来呀？你阿哥好几次衣服都穿好了，出了门又回来了。我说你怎么回来了呀？他说，这咱们不落魄了吗？就算阿宁他不嫌弃我们，看阿荣怎么想啊？我倒说了，阿宁啊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再说了，那华荣那是干大事的人。嫂子，你就说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吧，我还忙着呢。是啊，你哥对你牵肠挂肚的。我说了，这小两口忙着呢，你就别嘴上念叨了，就实实在在帮点忙吧。这不，给你带来个帮手。谁呀？你自己看。进来吧。春香。春香，小姐，春香，你受苦了，不哭，不哭，不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人，看得出此番这上海之行还是蛮顺心的嘛。被你看出来了。这不好。哎，我这次去江南，成全了徐华荣的一个心愿。哦，你猜是什么？他荣升了，他没你那么俗。那就是造了新船。不，他比你要想的长远。我给他设立了一个翻译馆。哎，这好啊，这是培养新式人才。我记得魏源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今夫才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敬之谓贫。透彻。你要留意一下啊，看到什么好书就都买下来，送给华荣。哎呀，这些洋字码啊，他都跟些蛤蟆骨朵似的，我哪认识啊？看不懂的也要买，留作以后再说嘛。啊，好，也好看看洋人现在在想些什么。你替我记住一件事：徐华荣是个干事的人，但不适合当官。他对大人不是一直都是一心不二的？嗨，他可不讲这个。今天你做事合了他的心意，他就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可明天你跟他志不同道不合了，他这个脾气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敢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你忘了，他都曾经想要弹劾李鸿章啊。哎呀，太幼稚了。所以啊，我这也是为了他好。这有要紧的事吗？倒也没什么要紧的。刚才不是说到徐华荣吗？
我想起来一封折子，看看啊，哦，是一封谢恩的折子，是华容写的？是他的阿舅沈继彪写的。都说了些什么呢？这不是说当年这徐华荣跟他妹妹订婚的时候，曾承诺要用8抬大轿迎娶，因为自己犯了事儿，连累了这徐华荣实践诺言。如今恩相替他弥补了过失，说是对恩相感恩戴德呀。这件事我知道，李鸿章跟我说过。要说来呢，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这不是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还说要以妹夫为榜样，将来为大人师夷长技的宏伟大计效上犬马之劳。那这个人干过什么呢？听说过去在海关任过职。怪不得满口的新名词儿。你说呢？要是说起来呢，这徐华荣的太太也只有这么一个娘家人。不过我听说他当年是因为钱才被罢免的官。人嘛，总得有个亲戚要走动走动。这样吧，准予开复他的官职，在制造局给他找点事儿做做，不能重用。这，来，请。各位，请。来，到这儿，这。哎，好，好了，走。这些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藏书室。阿荣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现在在储物库做事儿，啊，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跟我说一声。各位，这栋楼呢2层，共24间房，每人1间艺术室，1间住房，另外还有2间藏书室，那边是客厅。哦，我的上帝啊！这是什么？咖啡粉碎机啊？那么，咖啡豆有吗？有，哎，你还有什么？方糖、饼干。你太会关心人了。你看，把这些洋人高兴。其实，不再怎么伺候，只要不把他们当外人，心里想着他们就行了。你说是不是，阿柔？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哎呦，最难找的就这套东西，我把上海翻了个底朝天。这不，再难找，咱也得找吧。咱不是需要他们吗？你说是不是？大哥，怎么了？大嫂好吗？挺好的。哦，对了，他老想着请你和一宁到家里去做客呢。可是我们现在太寒酸了，不好意思。哎，我去，我们会去的。哎呀，那太好了，那非得把他高兴死不可。哦，对了，我还有事儿，那到家里慢慢聊。好，好，慢走啊。真的，你阿哥现在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像过去眼珠子长在头顶上。哎，现在真的踏实多了。哎，这人呐，真是会变的。当初他觉得只要我在李鸿章那里替他说句好话，就能救他的命，我不愿意。先别说这件事情对不对，要是换成我啊，心里面总是会记仇的。但今天一见到他，他不但一点芥蒂都没有，还邀请咱们到他家做客。你说这人真是……哎，你听没听啊？不去。哎，你找什么呢？光给一宁买不行，还得给徐华荣买件礼物。哎，他不是搞洋务吗？你要买也得到洋行去买去，你到这个地方看什么呀？你不懂，我知道他最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呀？哎，先生，您有什么事儿？啊，我想买本书。对不起，暂时歇业。怎么了？你们老板呢？老板回国了。
久等了。是李元老爷吗？怎么？他们都没回来，一个都没回来。都来了，老爷，请随我来。这是九版军吗？不是吧？九版军，九版军，不许过！公元1868年1月27日，15000名幕府叛军北上京东，要篡位杀驾。天皇陛下只有5000义士，在鸟羽战场与之决战。九版军身先士卒，身中数弹，死战不退。他是战神，叛军溃退了，幕府投降了。九版军，4年前你曾经说过，要有救国之策，必须有救国之体，必须废除幕府，还政于朝廷。今天，场地已经清扫，明治的新时代马上就要拉开了序幕。我据以学成而归，接下来的事情由我辈来完成。筚路蓝缕，万死不辞！筚路蓝缕，万死不辞！所以我认为，应当效法法兰西，走民主共和之路。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国民尚未普遍文明开化，乌合之众如何民主？只有组建精英内阁，依靠君主圣断，才能整合国力，立新图治。譬如普鲁士国。山口君诧异，我考察过，普鲁士国与我国情相似。你的考察不过是蜻蜓点水。我在中国的上海待了整整4年，日中两国不仅国情相同，而且文化也是一脉相承。这几年，大清的实力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初见成效。我不这样认为。你不这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英明的天皇陛下是这么认为的。你有什么根据吗？当然有。天皇陛下继位，开元为明治，这个国号就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制”一语。国号是施政的标志语，这就说明陛下倾向中国不言而喻。况且还确定一世一元制，这就更证明了陛下不可动摇的决心。对不起，打断你的话了，我不能同意柳元君的意见。你在中国工作的4年，我非常钦佩。我认真地审读了你从中国收集来的情报，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大清王朝兴洋务之路是走不通的，也走不远的。原因是满清皇室容忍洋务，请注意，我用的是容忍，而不是推广，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江山和皇位，所以他们寄希望于兴洋务而自强。但是他又是一个少数族群的政权，对汉大臣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等是处处加以限制，以防他们洋务做大而取而代之。对，这样首鼠两端，还能真正强国吗？其二，狂妄自大的国民心理至今还没有抛弃，以为世界是围着他们存在的，不仅围着他们转，还要受他们的主宰，多么的愚昧！直到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逃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还闹不明白，还说为什么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这些没有开化的夷狄呢？公元1868年，掌握了日本新政权的明治天皇，接受了明治维新的新思想，
开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推行脱亚从欧的政策，是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一次起航，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既然我们把征服的第一目标放在了中国，那你就要尽快的回到上海，收集情报，把他们办洋务所取得的成果拿来为我们所用。我把你刚才口译的这段蒸汽机原理做了这样的表述，你看行不行？此法以火攻水，气贯入桶，火愈大则气愈盛，机则进退如飞，轮行已如飞。我想出来了。啊？想出什么来了？我想出来了，没头没脑的。前2天啊，威廉翻译这本化学卷言啊，里面有些化学元素的名称不好翻，比方说那个什么克罗尔、克瑞。哎，对，不止这些呢，还有好多呢。刚才我突然有一个灵感，要翻译这种名称啊，最好啊事先定个原则，或是解释其意，或是标明其因，到最好啊是既解释其意又标明其因。国外就是根据这些化学元素的特征命名的。对呀，这不就不谋而合了吗？就拿刚才那个克罗因来说吧，它的意思是这种气体是绿色的。那我们何不叫它氯气呢？啊，对。你们看啊，有这个字吗？当年仓颉造字不也造出来了吗？有道理就行了。你们看啊，它是绿色，又是气体，去掉个烂绞丝，加上个气字头，还念绿，一看啊，内容全都包括了。OK，太好了，对，太 OK 了。这样的话，元素周期表啊，全都可以翻译出来了。金属的就加上金字旁，钾钠钙镁铝。金铁100多年前，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由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制定的一些化学元素名称，简明扼要，一直沿用至今。徐老爷，外面有个日本人求见。啊，知道了。日本人来干什么？他说是来买书的。你告诉他，我们这里的书只对内不对外，让他走吧。是。很棒，我们翻译这么多书，不就是要……你不会是想卖给他吧？别说了，卖给谁都行，卖给朝鲜人、安南人，就是不能卖给他日本人。我知道你是说前朝倭寇骚扰江浙沿海的事。骚扰？你说的轻巧，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一点人性都没有。我也不赞成卖给他们。阿荣，我曾经在日本传过教，很难理解日本人。彬彬有礼是他们，翻脸无情也是他们。总之，做事不露声色，好几张面孔，还是慎重为妙。好吧，我让他走。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哎，怎么了？我还以为你会请我吃什么大餐呢，到这灾房清汤寡水的。你呀，真的是不识好歹啊！两位施主，请用茶。大叔，把你们这儿的素菜报给这位先生听一下。阿弥陀佛，施主容禀，我们这儿的上等素席有1品香、2度梅、3星级、4季青、5灯会、6枝莲、7层楼、8面塔、9如意10样锦、百宝箱、千纸鹤、万朵红，另外供奉东海佛水1道汤。阿弥陀佛。
怎么样？算了，换个地方。哎，别，就这儿，就这儿。喝茶吧，这可是今年上等的明前龙井啊。先喝点茶，把你肠子里边那些个荤腥给涮涮。哎呀，这见佛磕头，必有所求啊！说吧，这么大老远的把我拉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哎，沈先生，您现在不是管着江南的翻译馆吗？哦，让我替你买书。哎，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昨天有没有去过我们翻译馆啊？去过。你知道你走之后，我妹夫他们是怎么说你的吗？怎么说我的？说你们日本人唯利是图，翻脸无情。这书啊，卖给谁都行，卖给朝鲜人、安南人，就是不能卖给你们。所以啊，没门儿。我不买，也不要。哎，那你请我干什么？我只想求你把这几本书借给我看一看，就1天。第2天一早我就完璧归赵。这是书单。你借1天书就给200两银子啊？不，这个只是押金。如果我不能把书按时还给你，这押金就归你了。另外嘛，借1本5两，多借多给。你回来了，柳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他不姓柳，他姓柳元。啊？还有姓柳元的？有啊，中国没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太太，我是日本人。你忙去吧。啊，这是柳元先生给你送的礼。徐老爷，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见见你。见见可以，还是为了买书的事？不是。你看，这几本书是我从别人手上买的。徐老爷说这些书不对外出售，我想其实是不愿意卖给我，这我就不明白了，所以特地来请教徐老爷。为什么？你不是买到了吗？挺好的。不，我们日本是个小国，不像你们天朝大国度量大，我们是小鸡肚肠，很怕被别人瞧不起的。对不起啊，柳云先生，这件事啊，全是因为我的小肚鸡肠，我向你道歉。还不敢当徐先生。我可以称你徐先生吗？当然可以了，请坐。徐先生，我可不可以猜测一下，你为什么唯独不愿意卖书给我们日本人的想法吗？有这个必要吗？我已经道歉了。很有必要，因为在日本是把中国当作老师，甚至当作恩人看待的。徐先生对我们日本人有成见，那么作为我一个对中国深深崇拜，甚至怀着感恩之情的日本人，是难以接受的。实在是对不起啊，没想到伤害到柳云先生。上茶啊，不上好茶啊。这个是柳云先生送我的礼嘛？绵薄之礼，不成敬。谢谢。哎呀，很漂亮啊！老爷，茶在客厅给你们备好了。春香，你看看是不是很漂亮？这还真没见过哎。是啊，拿去给太太看看，要收好啊。好。
请。来，徐先生，现在我们是朋友了，请恕我直言。你对我们日本人怀有戒心，怕我们买了你们的书强大了，反而对你们不利，是不是？嗨，不是说这是一场误会吗？都过去了，别提了。不，朋友之间要坦诚。不错，我们曾经伤害过中国。那些被你们称作倭寇的，是被我们驱逐的罪犯，是日本的不肖子孙。作为一个正派的日本人，还是应该牢记耻辱，向你们深深的谢罪。哎，别，请坐。贵国从道光年间起，英法美等列强为了扩张势力、掠夺财富，曾数次侵略贵国。像徐先生这样的义士，一定是深感屈辱，义愤填膺。我也有同感，因为在这相同的时期，我们日本也遭受到了美、俄、英、荷等国的侵略。我们有相同的遭遇，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我们也在向中国学习，你们是在兴洋务，我们在搞维新。亚洲各国只有真正的自强，结成以中国为首的同盟，才能够跟西方列强分庭抗礼。你说呢？听了柳原先生的真知灼见，让华容十分惭愧。我看这样吧，明天你来翻译馆，所有翻译出来的书都任凭柳原先生挑选。这是跟您借的书，一本都不少，请当面查清。没错，我得赶紧放回去，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啊，对了，这是你的银票。柳原先生，为了这几本书，我可是担着天大的干小，心惊肉跳的。这个是给您押金的。那么，告辞了。哎，柳原先生，你借的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呀？这些你全要啊？对，全要。这还不够呢，这2本也要。哎，还有这本。你说说啊，这个南国先生，哎，总有一天，他得让那个白眼狼把他给吃了。首相阁下，柳原君寄来的都是书啊。契机问答，船的运动方式，西方机械新编，机械制图。好啊，太好了！柳原君很能干呐。小岛君，教育是治国之本。把这些书马上送到天文馆，找一些有汉语功底的老先生翻译成日文，大量的发行印刷，编成教材。嗨。咱们是奉旨议论，不要扯远了，要一个一个的说。你嚷嚷，你先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把那些主张开洋部学校的人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刀杀了，不就完了？对，天文、算学也算是雕虫小技，即使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也无所损。哎，孔大人说的我就不懂了。既然于国家大计也无所损，为什么要有更深之变，割地赔款呢？天下事哪有不变之法？哪有列祖列宗说了的定下的条陈就照办的？您见过一日千里的火轮船吗？
过去，您见过隔山打炮，一炸死一大片的开花弹吗？这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听我说，不能变，科举制度坚决不能变。对，不能变。对，他们那帮人考上了，当官了，就想把咱们给拦在门外。对，要变呢，要等到下一刻再变。对。你保证你这一次就能保上有名吗？科举制度永远不能变。对，大家看看我写的这副对联怎么样？上联是诡计本多端，实小朝廷设同文之管；下联对军机无远略，又加弟子拜异类为师。好，咱们把他贴到总理衙门门口去。好，你不要命了？贴到大门口行了。走。好消息！大家快来静一静！朝廷下了奏章，驳回了凯歌科举的奏章啊！你看看，一说不办洋学堂了，这书就没人买了，咱们还是不应了吧。写了些什么？卑职以日本国为例，请求朝廷在意创办新式学堂，改革选才制度，还请中堂大人代为上奏。华容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勉强。等机会吧。要不这样，你先从机械制造局调几个译徒，以仆役的名义调到翻译馆去，教他们算学、洋文、制造，还有，反正我也说不上来，你就教吧，算个试验。如果能成才，就让那些老古董们看看，再推广也不迟。是，谢大人成全。你谢我干什么呢？你也是为国分忧，华容，这件事要办就尽快的办。估计我要调走了。大人又要高升了。我都是日暮穷途的人了，还往哪儿高升啊？李鸿章李大人把年匪剿灭了，朝廷当然要给他升官加爵了。他走的时候是江苏巡抚，接任我两江总督，那是顺理成章的。大人，您走了，造船怎么办？翻译馆怎么办？还有许多您没完成的事情怎么办？所以啊，不如意事常有8九。不过这是个潮流，我想李大人也是个明白人，总会顺遂的吧。是，托大人吉言，还请大人多多保重。华容告辞了。华容，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华容，有句话我还要嘱咐你，你是一个忠义之士，国之栋梁，今后你只做事，不要做官。大人，华容从来就没有当官的念头。不，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千万不要纠缠到官场人事里面去，那会要你的命的。记住。是。各位王家千岁和升天的弟兄们，我太平天国老兵邝武。苏秀云，你好不容易又怀上了，别在这跪着了。阿海，你就别管我了。
我愿意。太平天国亡了，捻军也败了，看来是天不灭妖，老百姓的孽债还没还清。你们走吧，早日投胎转世。18年以后，咱们兄弟姐妹再大干一场。好了，进来吧，欢迎。来，孩子们，排好队，来，站好，嘿嘿，好。孩子们，我身后这张照片上的人，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啊？我知道。我知道。阿勇，你说。他是牛顿，是个大科学家。你怎么知道？阿妈每天晚上都给我讲大科学家的故事。对，他叫牛顿，是当代的科学之父，发明了力学3大定律。从今天开始呢，你们啊就要成为学科学的学生了。今天我们不拜孔圣人，我们向牛顿鞠3个躬，谢谢他发现了科学，向他保证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好不好？好。好，都站好了。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各位请就坐。同学们，这些人是你们未来的老师，我们也向老师鞠一个躬。你有什么事啊？徐大人，你也是我们的老师吗？当然是了。那你也要坐着啊，但是你坐着怎么带我们鞠躬啊？我来喊鞠躬好吗？好，你来喊。大家都站直了，听我的，立正。1鞠躬。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上的第1堂课，要上些什么呢？阿勇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啊？徐大人，我是。叫老师。老师，我是广西人。请坐。我们一般都问人，你是什么地方人啊？为什么叫地方呢？因为过去咱们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对不对啊？对。不对。看，这个啊，就是我们踩在脚底下的地。它是方的吗？不是，它是圆的，像个球。对，像个球，所以啊，我们叫它地球。我们来找找中国在地球上的什么位置啊？在这儿呢。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吗？不是。对，中国呢跟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地球的表面上，所以没有我们是老大，你们是4夷，大家都平等，对不对啊？对。闹。行了，都别闹了，赶快进去。快走！阿妈，怎么回事啊？阿妈，怎么回事？走进去。快来！孩子们，快进屋做功课去。阿妈一会儿给你们做饭吃。去吧，快！我看门口贴着官府的告示，海仁堂要解散了。捻军灭了，秦瑶怕还有造反作乱的，就取缔了所有的帮会堂口，连大禹和尚运黄粱和盐的曹帮，都一律被禁止了。哦，对了，今天我请了徐华荣来吃饭，你去换身衣服吧。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好提前准备准备。没事，我都全部准备好了。不过年不过节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请我们吃饭呢？是不是想把他那群干儿子挑来读书啊？安仁堂的孩子就是用功，特别是阿勇，上我的英文课一点就透，将来肯定有出息。是不是看上这个毛脚女婿啊？胡乱说。等一下，你跟他说我就不去了，有点不舒服。你呢酒要少喝点，早点回来，记住了吗？行。永兴，你把大哥给灌醉了。是啊，我也喝得差不多了。华荣，我要求你件事，你能不能答应我？你先把酒杯子放下了再说。不，
你要先答应我。你是不是喝多了？啊，行了行了，说吧说吧。我是对不起你呀，可是没想到我们之间还能以兄弟相称。哎，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提这干嘛？没有，这件事在我心里，他永远也过不去。宁儿她不是不想来，是她身体啊真的有点不舒服。是这样，我想把依林请过来，让她和秀云结成干姐妹，你答应吗？我愿意的，就怕是高攀了。这是好事啊，我答应了，宁儿当然也会答应了啊。他们两个要是结成干姐妹，那咱们俩就是连结，就是一家人。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来来。我说你还站着干嘛呀？我看你真是喝多了，你少喝点儿。我不叫永信，我姓邝，叫邝福海。等我有了儿子，我就要告诉他，他也姓邝，祖籍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我早就告诉你了，秀云啊，一定可以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好，来，借你吉言。来。哎，永信少喝点。从今天起，我改回邝福海。是，邝福海。福海，我听弟妹说你把全坛给收了。是，全都收了。现在有枪有炮，你就是练成个什么金钟罩铁布衫，那有什么用？那到我那儿去造船。到你那儿造船，我不用你干，我知道你没手艺。你当过安仁堂的堂主，有威信，有管理能力。你到那儿给我去当个管事的，就是工头，怎么样？我是不会上你那儿干的。至于为什么，你是知道的。我也有个请求，不知道我问出来，你会不会不高兴？不会的，你问吧。我记得你有一把左轮手枪。能不能把它交给我？哎，你不要多心，你为太平天国已经尽了心了，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是应该尽一份当丈夫当父亲的责任。如果那把枪还在你身上，万一有一天被人发现了，就会是个危险的。你把它交给我，我来帮你处理了。我对天发誓，这件事啊，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给我一个答复啊！好的，没问题，我答应你。没事。小心小心！哎呦，你看你，走的时候就叮嘱你要少喝酒，早回来，又把自己喝成这样。来，喝点水。没事儿，开心嘛，真的开心。来，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做了个好事儿。什么好事那么高兴啊？没把我卖了吧？苏秀云啊，要跟你结拜成兄弟。是姐妹，我替你答应了。那好啊。那当然好了。苏秀云啊，她也身经百战。我看到了，将来啊，你会有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保镖。以后看谁还敢再动你一根手。好，好，好，没人敢动我。你坐好了。我给你打水去。啊。
现在你知道台永兴是谁了吧？这下可好了，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而我呢，也不用再整天为了他担心啊，他会不会再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阿荣，你说他想干什么？他会不会自杀？我说你做噩梦了？不是，我是说，你把他昨天说的话、做的事连起来想一想。虽然苏秀云跟我很要好，可是泰永信也从来不跟我们来往。怎么昨天就突然请你喝酒呢？好端端的又没病没灾的，还让我跟秀云结拜姐妹，这是不是有点托付的意思啊？对呀，他昨天是提到托付了。你问他要手枪，只说以后一定给你。那现在还是在他手上，他想干什么？阿荣，大哥，哎呀，弟妹，我正要去找你呢，你直截了当告诉我吧，他现在怎么样？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到底活着没活着？我也不知道啊。对了，这是早上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秀玉，我要回队伍了，你要好好把孩子们带大，有事你就去找徐华荣。我对不起你，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跟我走。队伍呢？没有什么队伍呀。弟妹，你别瞒我了，是他自己说的。如果他真去找你们的人，就代表他不会寻死，我就放心的不管了。大哥，你说什么？你说他会去寻死啊？哎，你先别着急，我只是瞎猜的。不，还是有可能的。前2天我们去粉地祭奠死去的兄弟们，他让兄弟们快点转世投胎，说是18年后再聚首再造反。带我到坟地。走。残命真大，子弹擦头别过去。不过不碍事儿，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不过病人还是需要多休息，你们少跟他说些话。好，谢谢啊。谢谢大夫。过来，没事。你说啊，我是该慰问你的，还是骂你？你忘了，你还有老婆孩子呢。华荣，你真不应该到那个地方。我说过，我欠你一条命，我会还的。永兴啊，我叫你一声永兴，是因为那个邝福海已经履行了诺言，偿还我一条命啊。我知道你是条汉子，一诺千金，行侠仗义的，但中国太大了，中国还有许多不平的事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铲除，但前提是你必须活着。你知道吗？天津啊闹教案了，因为天津经常发生孩子被拐骗的事，有一些人就造谣说啊是教堂拿孩子剖心挖眼做药，有些老百姓就闹起来了。法国的领事啊就到衙门去要求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不肯，那法国领事啊掏枪就打。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刚才不跟你们说了，那还有病人吗？你再这样的话，我就叫你出去了。这下子引起众怒了，老百姓一拥而上，把他给乱棍打死，后来把教堂都给烧了。打得好，烧得好啊！这件事情就越闹越大了，法国就纠结了英美俄等7国，又把兵舰开进了大沽口，扬言再来一次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朝廷没办法，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好又议和了。有理也得要赔罪赔款耻辱啊！如果我们国家富强了，造得出比他们更好的兵舰、大炮、洋枪，他们敢吗？
我们自家人不和了，打呀闹啊，这我不懂。但是现在外人都欺负到你家里了，要来抢你的财富，要夺你的妻子，要霸你的家，这我不干。我不要当缩头乌龟，要拼，要做事，要打败他们。可是，你们这个朝廷，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就只知道议和议和，他们不敢打。就算借他们100个、10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打。别激动。所以我说，这个金腰的朝廷是靠不住的。唉，你们呐，是一天都不让我省心。天津教案刚刚消停，几位大臣又接二连三的上了奏折，要停止造船。宋季，臣在。你先说说吧。是。回禀太后，臣以为，经过连年的制造轮船，已经耗资1000万的巨资，这效果又怎么样呢？还是挡不住英美法等7国的兵舰开进大沽口，朝廷还得安抚他们，这是劳而无功，此其一。这几年呢，大清国造一只船，洋人报纸上就大惊小怪，就提起须以长计以制夷，无端的猜忌草木皆兵，就像天津教案此等刁民滋事，可是本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协商来处置。但中国大兴武备，使洋人浮想联翩，以为朝廷向他们发难，所以他们就一哄而上，7国联盟大动干戈，这是不合时宜，此为2。近年来，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既然造了几只船，但是也断不如洋人各国的船只之方便，所以啊，这是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此为3。有这3弊而无一利，要它何用啊？如果说造船是用于制夷，那么现如今中外已经议和，所以微臣恳请把这2处轮船局暂行停止。谢太后。禀太后，这太荒谬了。如果按宋大人所说，7国联军的挑衅是我大清造了几条兵舰的原因，那么应该停止的不仅仅是造船厂，应该撤进防务。最好是让杨大人安心，把水陆各营全部解散了。你这是断章取义，你无稽之谈，简直是荒谬。太后，如果按宋大人所说，造了几年的船就应该胜于外国轮船，否则就是名为远谋，实为虚耗。请问宋大人，你刚刚启蒙，才读了几年的书，你应该胜于先生吗？如果胜不过他，那就别读了嘛。太后，造船万万不可停，凡事都不可一蹴而就，如果停办，将会前功尽弃，泰西各国更加会为所欲为呀。可是我这里也接到了福州将军兼属闽浙总督文玉和福建巡抚王凯泰的折子，他们也说福州船政局的开销已经超过了原来的预算，现在虽造了6条轮船，但和外洋兵舰相比尚多不及，更不用说拿他们来御武了。所以呢，他们也主张轮船局暂行停办，节约经费。太后圣明。这不是我说的，是文玉他们的意思。是，奴才以为海防不可不修，但不必与敌争利于海中。只要加强各口岸炮台，练好陆军，即使敌兵登岸，尚可鏖战。所以用造船经费的1/10，从德意志购置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
或让江南制造局仿造，就能事半功倍。你的意思是说停止造船？李鸿章，臣在。你说呢？昨日，臣接到曾国藩一封信，曾大人说，当初造船并非不知需费巨大，成事之难，但中国要强盛，必须从造军舰、造军火、练兵、布阵等处开始。所以说，现在急需的是要考虑到为什么没有造好船，而不是把责任归结于当初决策之初。应该总结经验，找到原因，降低成本，经费再困难也不能停止造船。我不听曾国藩怎么以为，我要听你说的。臣以为，刚才各位大臣说的也对，但也不敢苟同。什么叫也对，也不敢苟同？太后，海防不可放弃，这是一定的。刚才几位大人所说，苟并造船，糜费太重，也是事实。我想，此事乃国防大计，臣恳请朝廷把此题目发到各个总督、巡抚之手，让大家各抒己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那就这样吧。哎呀，真是气派呀！你说是不是啊？听说这是最后一艘木头兵轮，徐大哥正准备建造铁甲的兵舰呢。哎，这不是那姓沈的团总吗？他现在是这里的帮办，你不知道他跟许大哥什么关系吧？什么关系啊？他是许大哥的大舅哥。是吗？我说，你是真不认识了，还是装着不认识？哎呀，怪不得这么眼熟呢。哎呀，太当主，你怎么在这儿？是你把我的财路断了，逼着我只能到这讨口饭吃。怎么了？这个都不行吗？哪里？哎呀，虽说以前干那些狗逼叨叨事儿啊，都是上司所差，官身不由己啊，但总归是给太当主添了不少的麻烦。哎，这下好了，有的补救了。哎，太当主，秀英嫂，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我，千万别客气。那好，你们先忙，改天太当主请赏个脸，我请吃酒啊。慢走，慢走。你们看啊，把轮机的位置从这里移到这里，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对，是吧？不过是不是得要计算一下？对，这有个平衡的问题啊。是，平衡的问题我们还要测量一下，好吧？哟，不过图都晒出来了。哎，阿柔啊，瑞声洋行把我们订那批钢板拉来了，你要不去看看？你验收了吗？验了，规格数量都对，这批钢的质量还挺好。我听说啊，同一炉子带班的炉长不同，炼出来的钢的质量也不一样。我专门自掏腰包请他们一顿，都打听清楚了，指定要谁炼那炉钢。哎，我说，这钢材又不是字画，上面盖了图章，你怎么知道是谁的呀？咱不是有内线吗？他办事还真能让你放心啊！是，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不看了，你签收吧。好嘞。哪里还有问题？阿荣，干嘛？上班呢。不跟你说这事儿，不是私事儿。我听到个消息啊，说朝廷里有人吵着要停止造船了。你别乱说啊！朝廷的事情连你都知道了，那肯定是假的。是真是假？你写封信问问马林权。据说圣上给各地的总督、巡抚下旨，让他们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回连李鸿章大人也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了。不管是不是真的，赶紧催知印处，把该付的货款给付了，免得夜长梦多。我和你说这个就这意思。好了，谢谢。好，我去办。李克说的那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难道官府真的会停止造船？要是真这样的话，江南可就完了。也不知道现在曾大人在干嘛呢？
你老想着你自己的事儿，你关心过我吗？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了？我怀上了，不知道是男是女。我们有宝宝了。这么说，我当爹了啊？大人，李鸿章到了。我又迷了一觉，我这叫养精蓄锐，以静制动。其实我早就说嘛，你实在没必要过来这么早。这天底下哪有老师等学生之事嘛？林泉，我这一辈子做了2件事，一是平内乱，算是有始有终；二是兴洋务，防外患。看来命运多舛呐，我得要劝劝李鸿章，不能放弃造船。只要他能回心转意，别说是等，就算我求他，我也愿意。哎，大人，记住，等一会儿谁也不能扶我。呵，这好大的威风啊！也不看看是谁在此。林泉，可不敢这么说啊。直隶总督是8大总督之首啊。现在我和李鸿章肩膀头都不一般高了，今后的事就靠他了。林泉，过去迎迎吧。林泉给中堂大人，哎，你不像话！你还不像话，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鸿章该死，让恩师久等了。哎呦，少泉，快静气，快静气！恩师啊，你让鸿章不是今天来吗？哎，我也是老了，老了就容易怀旧。安庆是我最难忘的地方，提前过来一天看看。这江面上风大，咱们下去谈吧。恩师请。少泉，你知道我请你来要谈什么吗？是要谈筹办海防之事。先生这几天也正在烦恼呢，非常想听恩师的教诲。对，我也是正想着这件事。我接到了朝廷的几份奏章，可我心里头没底啊。为什么没底呢？过去非议洋务者也是甚嚣尘上，可我不怕，有你我合作宗堂，人虽少，但毕竟是中兴三杰，三足鼎立，才能撑住局面。可这次，少泉，你的态度暧昧，要是你撤族，这天可就塌了。恩师，我怎么暧昧了？我的态度一直很鲜明啊！海防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办呐！中国万里海疆有海无防，到处门户大开。我一直认为，中国无海不能立国。
好，中国无海不能立国，这句话精辟，要大讲而特讲。过去泰西各国无舟船之力，渡不过汪洋大海，所以外患在内陆，在西北，匈奴掠边，蒙古铁骑南侵，我们要构筑长城，拒敌于关外。现在我们要构筑海上长城，靠什么？靠强大的海军。海军强大靠什么？靠装备，靠舰船火炮，靠江南、马尾、天津3大制造局。恩师所说的是我对造船这件事的暧昧呀。你以为呢？现在局势严峻，中国海防如同虚设，西方列强英法美且不说了，就连日本这罪人小邦也蠢蠢欲动。前不久，日本挑起琉球事件，妄想侵占台湾，就是个例子。所以组建海军刻不容缓。但是学生以为，靠我们自己的装备组建，恐怕不太现实吧？为什么？一，我调阅了江南、马尾、天津历年造船的成本，都大大高于到国外购船的价格，所以不如把造船的经费拿来买船。二，我一直认为，这造船不同于造炮、造枪，它过于复杂而精细，而且咱们造的船，从性能和质量来比西方造的船远远落后。当务之急呀，还是买船比造船好啊。少荃思虑缜密，恐怕百虑仍有一疏，请恩师教诲。买船为了建军，建军为了海防，海防为了什么？为了防止入侵者嘛。那入侵者是谁呀？泰西列强也。买船向谁买？还是他们呐。泰西列强视中国为肥肉，欲壑难填，卖船得小利，割地赔款获特权才是大利。他们能因小舍大吗？一旦和他们打起来，能帮你维修，供你弹药和配件吗？老百姓尚且知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你我当初兴办洋务，为了图自强。少荃，你是个有宏才大略的人，应当深谋远虑呀。是的，恩师，有不少人这样谴责我，有些话说的甚至比这还难听。少荃，你我现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所以要慎重又慎重。少荃，能陪我到岸上去走走吗？那当然了，大人。没事的，我站累了，到岸上去走走，接接地气。你先扶着大人，我实在是我先方便方便。说服不了他，也只能舍下这张老脸去求他了。少荃，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当然记得呀，当年洪章率淮军驰援上海，老师就是在这儿送的。是啊，当初你还是个风华正茂的书生，初次独当一面，我呀就像把你嫁出去一样，心里有点不踏实。是啊，记得恩师那天说的也是这些话，还赠
湘军8个营的精锐，以壮军威。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怀出于湘，湘军对淮军有水源木本之意啊。老夫没有看错，少荃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恩师知人知名，提携后进，是天下人公认的。恩师，恩师，老了，走不动了。不，恩师思维敏捷，精神羸弱，只是腿脚不利落而已。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这腿啊，已经肿了好几个月了。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咱们师生这次见面，说不定就是最后一次了。不，恩师，千万不能这么说呀，不能这么说。你没事的，我会倾天下所有的名医为你治病的，你一定会好起来。不要这样，你都是出将入相的人了，人生总要有归宿的。我很坦然，但是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江南机器制造局，那是你我破天荒干的一件事啊！这件事一定要干好，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你得答应我，不然会伤心死的。船一定要造下去，千万不能毁在你的手里。你一定要答应我。学生记住了。真的，真的。恩师，这样吧，造船和买船并举，铁甲炮舰咱们还难以制造，就买吧。但是琼家快艇还有鱼雷快艇，我让马尾和江南尽量的搜集资料，次第仿造。好，这样也好。少荃，你扶我坐下，我累了。来人！来人！大人，快，拿把椅子。是。父亲，您醒了，儿子睡着了，儿子该死。父亲，你要去前衙房。父亲，要是没有公公在身，就不用牵挂了，歇息吧。好，父亲，咱们去，儿子去找人。我先把这些公文暗中都藏起来，一会儿让大人过来坐一下就好了。哎呀，全藏起来不行，是瞒不过他老人家的。我的父亲我了解，他会逼着你全部拿出来的。这样，你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摆出一两件。大少爷，老爷等急了。好，你准备着，我这就去。哟，大人，哎呀，大人今天气色不错嘛。来，慢点。来，哎，慢点儿。哎，坐。哎，好。啊，这个可能是下边的官员知道大人的身体欠安，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公文，就是几封来信。这一封呢是路过的钦差熊大人的来信，这几封是最近调入和调离两江的官员对您的辞情和请求谒见。这儿还有一封，就是您过去的童年，说是想见见您。这是江南机械制造总局寄来的。
这是傅兰雅和徐华荣刚刚翻译的《防海新论》。哎，这里边还有一封信，哎，大人要不要听一下？徐华荣顿首叩拜于中堂曾大人前。《海防新论》是德国军官希里哈的新作，提出用战舰封锁敌国海口为防守本国海峡之上策，凸显制造远洋巨舰之必要。听说朝廷正为造舰议而未决，华荣等感示此书，以提醒反对诸军，请中堂大人校正。1872年3月，曾国藩带着他复杂的人生观和世人对他褒贬不一的评判，黯然离世，享年62岁。你好大胆子！怎么了？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祭奠曾国藩曾文正公的日子，举国同哀，连朝廷都坠朝3日。你在这儿居然放鞭炮庆贺，这何用意啊？是何居心？什么？曾剃头死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不知道。啊，是这样的，今天是我儿子满月，高兴高兴，外带蹦蹦晦气，怎么了？不行吗？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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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给孩子起名字了吗？取了，叫继业，就是把他老子没干完的事情继续干下去。好，告辞告辞。保送。